台南美食之旅生活体验营，跟着雅玲和 John 这趟要吃爆府城。第一站来到了一哥牛肉汤。雅玲没来台南吃过温体牛现切的牛肉汤，她非常期待这次的美食。从网络上找到这家店，主要是有附设停车场，不然吃碗牛肉汤加上罚单就亏大了。我们点了牛肉汤，还来碗卤肉饭，一些小菜，纯粹吃个味道。这家店面不小，气势很够，味道如何就带雅玲跟 John 吃过的感觉了。雅玲吃了牛肉，觉得蛮鲜甜的，看她点头的样子，那应该是过关了。这趟台南之旅，我们住进 FX 富艺时尚旅馆，1800台币含早餐的假日价格，在台湾旅馆普遍偏昂贵的环境下 ，CP 值真的让人惊喜。假日每晚1800元含早餐，在台湾旅馆中堪称清流。房间虽不大，但格局精巧，加大双人床、靠窗沙发区加办公桌。步行5分钟到台南火车站，去国华街吃牛肉汤很近。省钱秘诀：官网订房常推住2碗送下午茶，省下的钱足够再吃2碗芋圆冰。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停车位，但是有提供签约停车场每晚100元停车券。办理好 FX 旅店的入住手续后，雅玲跟 John 眼神中闪烁着台南特有的美食魂。街角对面一条透着古朴气息的小巷瞬间抓住了我们的目光。它的正名是神农街，是为了纪念药王神农氏而命名的。走进神农街，时间仿佛按下了暂停键。这里最迷人的就是那种新旧共生的氛围。街道两旁是清代与日治时期留下的2层楼木造建筑。入夜后，一盏盏温润的红灯笼亮起，照映在斑驳的木门与雕花窗棂上，非常有氛围。老屋里不再只是堆放货物，而是进驻了许多手作工坊、特色酒吧与艺廊。如意心，十全十美，唯无知足，日日好日，上善若水，四季安康。每一个转角，每一盆门口的植栽都展现了台南人精致的生活美学。神农街在清朝时期被称为北市街。如果你觉得这里的房子特别狭长，那是因为这背后藏着一段辉煌的商业史。这里曾是清代台湾最繁华的商业区，当时的商贾云集，1楼是店面与交易场所，2楼则是直接拉起货物的仓库。它是台南5条港计划中保存最完善的一条街。当时这条街就紧邻着河道，商船可以直接开到店门口卸货，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商街。这短短不到300公尺的小巷，却承载了台南数百年的繁华记忆。雅玲与 John 走在石板路上，看着老屋与现代艺术交织。在神农街，我们找的不只是美食，更是一段可以触摸得到的历史。来到这里，记得放慢脚步，因为每一块砖头都在诉说着台南的故事。结束了神农街的复古散策，台南的夜晚才正要进入高潮。我们穿过巷弄，随着空气中那股诱人的酸甜焦香味，找到了民族路3段。就在这里，89号藏着一间传说中台南最古老的鳝鱼面店。看看这栋老房子，斑驳的墙面，略显陈旧的木造架构，岁月在墙上刻下了痕迹。这面摊虽然看起来有着40-50年的历史沧桑感，但那份藏在灵魂里的滋味，绝对是100年传承的职人底蕴。最神奇的是，这家店连个正式招牌都没有，却能让老饕们闻香下马。这就是阿江鳝鱼意面的魅力。现在我们带大家近距离看看这场火与烟的艺术。你看老师傅阿江伯熟练的快刀划开鲜红的鳝鱼肉。阿江伯站在炉火前，眼神专注的像是在雕琢艺术品。随着大火猛然窜起，鳝鱼在锅中快速翻滚，
老师傅熟练地挥舞锅铲，与独门酱汁、洋葱交织出噼里啪啦的交响乐。特别是这碗干炒鳝鱼面，全靠火候的瞬间爆发力，要把酱汁的精华彻底锁进意面里，又要维持鳝鱼那份鲜脆甜。对啦，我还包一块油。你要干的啊？你要汤还是干的？你要干的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这碗精彩的干炒鳝鱼面终于上桌了。你看，哑铃迫不及待地盛了一口，那种脆弹的口感，配上台南特有的酸甜味，让他赞不绝口，频频点头说：“就是这个味道。”好吃吗？很好吃哎，我觉得不要点羹，就点这种炒面，因为它就是咸的，不会很甜，而且完全不腥，超好吃，很好吃。不止我们沦陷，连隔壁桌的外国朋友也露出惊艳的眼神，竖起大拇指直呼 “delicious”， 好吃。在阿江这里，我们品尝到的不只是一碗面，更是府城人对味道最纯粹、最坚持的守护。那就一个肉粽好了。好啊，再一个味噌汤。菜粽啊，店长推荐，一个肉粽，一个菜粽，淡淡的月桃香。当然花生粉很开心啊。吃得完。你如果需要香菜再讲，好，要不要？香菜有需要，需要吗？要，我要香。台南粽子讲究的是水煮出的软糯口感，肉粽内馅豪迈，五花肉、咸蛋黄与香菇在糯米中煮到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而台南特有的素粽则专注于纯粹，只用大颗花生与糯米，吸收了竹叶的清香，最后一定要淋上灵魂甜酱膏，再撒满厚厚的花生粉与香菜。这一口绵密，就是台南人最自豪的古早味。哑铃吃饱了，但甜点味才刚开启。John 的胃刚好7分饱，两人直奔永乐市场的修安扁担豆花。哑铃点名必吃老姜豆花和黑糖粉果。这里的豆花坚持传统古法，豆香绵密，特别是那碗黑糖粉果，口感软 Q 惊艳，搭配老姜的微辛暖意。这份老市场里的甜蜜滋味，真的让哑铃瞬间100%大满足。至于 John 还稍有不满足，打算回到阿江鳝鱼面隔壁的胡须中牛肉汤，打包一份芥蓝炒牛肉回饭店当宵夜。这时看到走廊里聚集了一群人，好奇地过去看看。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上的胡须中牛肉汤周边，晚间确实有时会出现由玩家自发聚集的战斗陀螺交流活动。这类聚会并非官方主办的正式比赛，而是由热衷于陀螺的玩家利用店外的公共空间设置战斗盘，进行友谊赛或零件测试。由于该区夜间人潮众多，这类非正式聚会已成为当地深夜的一种特色景象。哦，他什么都拖都要多水，后面他就没网了。但是这种转速快跟也是有差，也是有差。那就是直接来咯。OK。陀螺这样子，然后对，OK， 好。好，双方选手就位，预备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过来1，那这边选手取得1分，比数0比1。第一轮第二颗。看完激烈的战斗场面，我们走回海岸路上，
经过夜晚的神农街，真的大变身，节奏音乐嗨翻天。对了，今天是周五的夜晚，市集活动开跑，水仙宫市场也有点日本的味道。逛着逛着，这位老兄桌上放着长长的金属条，下面是玻璃瓶，是什么东西？一定要来了解一下。就这个水烟。可以问一下。对啊。口香糖。那它真的是有尼古丁吗？还是少了一点点。哦，但就是有这些味道，觉得香香的，因为我刚刚有闻到。哦。我第一次看到。这是什么？口香糖？哎，真的有哎，好浓哦。有啊有啊。好浓的口香糖味。就加香精这样啊。哦，所以它这个它这个是烟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烟草去加。算哦。好特别，哎，像抽一个要多少钱呢？是怎么算？字的话是550，就是一个口味，然后还有650跟750。那个是量多少，还是不同口味的关系？对，就是单口味，然后跟特殊口味。OK。像这一种比较特别的这种味道。嗯，对，我看。嗯。然后还有果香啊。对对对，跟咖啡一样的现在。加酒的那一种，那里面会加酒精啊。那说起来会有酒气的那种感觉。啊，你看上面有酒，你看有没有？雅玲，你看上面。水烟很稀奇，但这家店更稀奇。看外表就是一家宫庙，但却是卖红茶的店铺。台南真是无奇不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要直捣国华街永乐市场，弥补昨晚很多美食店家已经打烊的遗憾。还不到中午，你看永乐市场已经是人潮汹涌，这一摊聚集不少人。是什么这么好吃？原来是炸物。当然，许多人对炸物是没有抵抗力的，但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，是阿松挂包。雅令已经在排队了，决定好雅令是猪舌包 ，John 要普通包。你不要猪舌。对。你要瘦肉还是普通？我要比较肥吧。80块。吃美食要眼明手快，兵分两路。John当下去买富盛号蛙桂，之后再去买菜粽。阿松挂包是台南人爱吃的点心，不同于红烧3层肉的传统挂包，阿松挂包里包的是药膳清汤熬煮的肉类，普通包里夹的是猪头皮。瘦肉包与猪舌包，顾名思义，即是包瘦肉、猪舌。客人可依自己的喜好选择内馅，老饕们最推荐猪舌包。又买了哈，黑糖桂。对呀，又来了。哎，走。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因为真的好好吃哦。好，后面就是国华街，夜市跟朝市都在这边，一直卖好多。然后这里是，这边是水仙宫市场。对。位于台南中西区的水仙宫市场，在清领时期曾是繁华5条港的商贸核心。这座建于1703年，祭祀海神水仙尊王的古老庙宇，见证了府城数百年的沧桑与荣丽。随着港道消逝，庙宇与市场交织共生，演变成为如今在地人的灵魂厨房。雅琳和 John 选在接近中午11点走进这里，恰好避开了清晨的喧嚣人潮。此时，斜射的阳光穿透市场缝隙，映照着拥有300年历史的建筑纹理，让老市场散发出一种在地且质朴的生活美学。是的，我们都在这里绕来绕去。午餐时间到了，首先富盛号蛙桂两人都觉得好吃，至于阿松挂包就见仁见智了。雅令可以接受猪舌的味道，但是 John 一想到是舌头就打退堂鼓了。总之，生活体验营就是敢尝试的人得分最高。这回雅令获胜了，请到白板上自己加1分。总之，这趟台南大吃之旅是雅令跟 John 去阿朗伊古道的前哨站，但也收获不少，2位都值得加分。生活体验营，我们下期见。